圣旨到。你选到下地了，国安委会我会相信普马。普马是谁的人呢、所以老柯已经正式跟英系拜拜了啦。王世坚才很不爽。我希望柯总召讲他自己就好，不要提到赖总统。金德是一个睚眦必报的人，在乎的是那个权位，走路有风，光宗耀祖。你们这些人以前还敢对我有意见，不听我的话，今天我当总统了，我让你知道总统是谁。为什么民进党内斗可以斗到血流成河？因为他看的就是你在野党废物。民进党的人就是把自己的利害摆在第一位，派系的利益摆在第二位，党的利益摆在第三位，国家也不重要，所以美国直接叫你台积电过来，台积电就乖乖的来了。民进党还眼巴巴的跟着后面说，对，我们没有要聘金，不是人家不给我们聘金，是我们没要。你他娘的还真是个天才。 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he host. 民进党内战也很凶猛，王定宇跟柯建铭在吵架，柯建铭跟王世坚、陈冠霖吵架，老柯一口气绑架赖清德加卓荣泰，赖清德什么都知道，这个大罢免是我跟赖清德总统还有行政院长卓荣泰沟通过后共同来发动的，到时候赖清德一定会在总统府开记者会发动大罢免。现在赖赏恨得要死，他妈的青鸟是我的青德鸟啊，你柯建铭把我的青德鸟抢走，还天天在那边耍猴戏，但问题是这些傻姑姑们天天在上车啊，而且老柯还绑架了一个天天接赖赏的电话接到快哭了，那个人叫思瑶阿姨，她想跑，她又被罢免，但吴思瑶跑不了啊，因为她跟老柯的连结太深啊，所以老柯现在就是黏上大罢免这台车了，而且他变成大罢免的领导人啊，就是因为这样失控了，王世坚才很不爽嘛。我希望柯总召讲他自己就好。这么多人在玩罢免啊，为什么王世坚偏偏挑柯总召讲话？王世坚根本没有罢免危机啊，这里面就在逗你。不要提到赖总统，你不要再拿赖总统来恶心我们了嘛。国家有总统的发言人，犯不着总召说三道四。所以你不要再挟天子以令诸侯来乱，已经够乱了。你老柯现在在干什么啊？王世坚一直动哎，叫总统不能出来，你自己检讨一下吧。民进党中常会开完，两个人就在楼下开呛起来了，完全没在等的。委托发表什么话语哦，否则我觉得这样子，传话这是非常不好。而且他是长辈哦，所以没有关系。有了一点点颜面，毕竟柯建铭跟英系过去是相当紧密的，王世坚相当于是代表英系出来喊话，叫老柯你不要再玩了，英系现在跟赖就不好嘛。你看这一幕多精髓，小齐迈跟王世坚两个笑得合不拢嘴，小齐迈跟王世坚代表英系在中常委里面最强横的力量嘛。你不要忘了，2024年的时候还跟蔡英文总统吃饭喝茶，你怎么一瞬间到了2025年变成挟赖以令天下，赖赏一天到晚在那边乱杀人乱砍人，小英总统都有一点不高兴了，你还在那边乱，所以现在英系对于柯建铭很不爽，就是这样。老柯又在卖关子，事情要讲得很清楚嘛，你没有监看就好。电呐、你看不懂啦。其实老柯是在保自己啦，老柯这么多把柄在人家手上，照赖清德这种查法查下去，老柯早晚要死啊！再来更扯了，何来怒斥陈冠宇？一个直接总召，医生下去跟他讲，既然被他挂电话，我都要蹲下去。总召何其可怜啊！总召是民党面最卑微的角色，我们当初交给他，你是没有资格做的，你选到下地了，你选到下地了。可是很有趣的问题，陈冠廷想当召委，为什么第一时间老柯会知道？一定是跟老柯讲的嘛。那为什么找老柯呢？因为老柯以前是跟英系合作啊，英系大当家陈明文儿子陈冠廷是挂柯建铭电话，你就知道两边闹到什么程度。我看挂电话这档事，搞不好也不是陈冠廷自己用出来的。陈冠廷敢这么嚣张吗？一定陈明文吧？他怎么处理？不爽给他挂电话示威啊！本来陈明文跟柯建铭3不5时就在圣上面前分赃会议，突然之间英系跟老柯全面开干。陈冠霖想当召委，老柯没有挺他，你联署看看。所以老柯已经正式跟英系拜拜了啦，不排除现在跟赖清德搞不好正在合作。三党都讨论过，国安委会有没有人的话，我会相信普马。为什么陈冠廷火大到挂电话？沈伯洋跟陈冠廷都是新科立委啊，为什么黑熊可以做，陈冠廷不能做？普马是谁的人呢？圣旨到，宣党团总召柯龚建铭听旨，经圣上指定，由普马省
担任国防外交委员会之召委一事，请速速办理，万万不可出此纰漏。停止。清德宗元年2月18日，所以这时候老柯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臣谨遵圣旨，必将使命必达。所以老柯是英军还是德军？陈冠廷除他个人意愿之外，为什么这么积极要争国防外交委员会？大家最近有没有注意到一个问题？海鲲舰这个案子出大问题了，整台几乎都要烧坏了，连绿德都自己觉得苗头不对，所以他们自己把这个案子给停下来。这是不是弊案？以现在赖沙案的速度，你这船修得好吧？舰海鲲号里面涉及最深的当然是英系啊，英系也稀寥寥啊，所以为什么陈冠廷这时候那么积极啊？这一幅图堪比川普马斯克这张经典之图。什么叫做权力核心？这就是权力核心。很简单，我告诉大家，这一局就是赖清德在肃清党内啦。借耳公子头一用，柯建铭把陈冠廷的头剁掉，咔嚓，带着陈冠廷的人头献给赖清德，因为赖清德亲自下面铺马要担任总召，这就是民进党党内的内斗，柯监 PK 的真实内幕就是这个逻辑。立文姐你怎么看最近民进党内部王定宇他本来也是新潮流系的，柯建铭这件事情我就用狼群来比喻，狼群里头都会有一个领袖，那这个狼等到他老迈了以后，他就会被年轻的狼主取代，然后孤老被打败的狼就会被驱逐，让他孤狼负伤老死。柯建铭就是那个又老又病的狼群所以年轻力壮的狼就要来争，要来夺，要来取代这只老狼的位置，就会把这只狼咬得遍体鳞伤，然后离开这个群体之后，反正怎么死的无所谓啊。所以现在这个情形底层根本的原因就在于，这应该是柯建铭的最后一届了。那柯建铭一心一意的，你可以理解，他希望在他的最后一届辉煌体面的画上句点，但是偏偏迎来了朝小野大的尴尬局面，偏偏迎来了赖清德非常刚愎自用的领导，所以他的位置特别的尴尬，特别的里外不是人。那因为柯建铭常年的积累，赖清德不管怎么样也不可能把他换掉，希望他能够把他最后能够贡献的力气贡献完毕嘛。所以你可以看到柯建铭的走中觉得 hold 不住，柯建铭也不演了，直接就公开的修理这些后进门。那对王定宇来讲，他难道对市长没有想法吗？可是他却离市长有一定的距离，所以对王定宇来讲，看到陈亭妃，看到林俊宪，他自己心里作何感想呢？他也有他的焦虑啊。政治在民进党讲究实力，我欺负你怎么样？你打我啊，你打不过我，你就是活该被我欺负。柯建铭现在是不是跟赖清德在合作？因为一定的，柯建铭的这个角色，他永远要跟当家的合作。所以依稀不爽，因为他之前跟蔡英文那么好。那老板换人啦，这是政治的现实，那你就靠你自己的实力呀。你看陈亭妃可硬可软，你没有办法帮衬老娘，靠自己我也可以选上中常委，但我选上中常委之后，我还马上低头服软，不断的对赖清德交心表态。我虽不是你嫡系，亦不是你兄弟，但是我绝对公开私下对你无二心嘛。所以陈亭妃要硬的时候比谁都硬，要软的时候比谁都软啊，不是这样子吗？那这就是林岱樺失误的地方了。林岱樺只有硬没有软所以陈亭妃跟林岱樺的命运就看得出来巨大的差异。但是这出戏还在很热烈的演中，看人家民进党真是精力过剩，人家内斗斗得非常的激烈，没闲着，外斗国民党也比谁都狠毒。党及民代聘用助理3原则：一、团队助理比照公务人员任用法，不得任用配偶及3等亲以内血亲姻亲；二、秉持用人唯才精神任用团队助理；三、尊重善待团队助理，并提供多元成长的机会和管道。这件事一出来，民进党基层急跳脚。那为什么他要做这件事情？因为现在赖清德之所以无法控制党内，很大的原因是赖清德这个人就是鸡肠鸟肚、守财奴、尖酸刻。他现在当上了总统，他发现总统很好用啊，几万个职位可以等着赏识啊。可是有很多人他也不靠赖清德吃饭，他们一家选上全家服务啊，这些人叫地方派系。那他今天给你一个禁用，未来只有我能赏你饭吃啊，我从根本斩断你的派系。但是我必须说，上有对策下有政策，家人还是继续得帮他跑选举，但是可挂名不可挂实，或者是有实无名，名实皆有，但不容于法。那请问这些人怎么办呢？你只能找其他人来挂，挂了之后钱还是要给你的家人啊。中司法大刀架在你的脖子上，
所以这个血翻。而这里面一大堆地方派系，嘉义的明文规定，台北天道盟盟主黄成国、小旗麦家族、苏志芬、云林妈祖婆，都是这一挂的。他就是要从根去摧毁你的地方派系啊！这里面最多的派系就是英系，所以赖清德这个叫一刀两面，一面叫民啊，什么民哦？你看高标准自我要求，不辜负国人委托，他最喜欢这种假 gay 掰帽子。另外一面一刀下去，整肃党内政敌，你家人要吃饭跪下啊，舔啊，帮我去杀别人啊。不就是这样吗？赖清德就是这种个性，杀到血流成河，刀刀见骨啊！那你看他党内都斗到这种程度了，党外呢？好戏嘛！为什么民进党内斗可以斗到血流成河，输的就去坐牢？因为他看的就是你在野党废物，我干嘛怕你啊？我当然趁这个时间尽情的狂斗、再杀、再砍，就这样。我觉得赖清德是一个睚眦必报的人，像林黛华，我都怀疑他以前一定是不知道哪里得罪过赖清德，所以当赖清德他等到了他位居最高位的时候，透懂来阿伯当西透。你想想看，你身为赖清德，你念兹在兹，这个位置也有10年了吧？他中间还历经过被蔡英文狠狠的盖火锅，他好不容易坐上这个位置，怎么样才会感觉到自己有做到总统的感觉呢？使用权力干掉政敌，享受过程，创造快感，这样才有感觉到做到总统嘛。因为其实他这辈子从来没有对台湾提出让你觉得真的有远见的破话，因为从来也没有感受到他对哪一个议题特别的上心，他特别的在乎哪个族群，他特别的为什么事情奋斗或争取了很多，都没有。他这一辈子呕心沥血要争取的就是权位啊。可能会说他不是台独金孙吗？就是台独吗？可是他为了选总统，他立马放下，马上撇清这个议题不存在。所以你可以马上看得出来，这个人在乎的是那个权位，是他有一天他走路有风，光宗耀祖。你们这些人以前还敢对我有意见，还敢不听我的话，今天我当总统了，我让你知道总统是谁。我觉得他就是一个格局这么小的人。那在这样的一个时刻，当然党内党外他都要告诉你，今天金上是谁呀？你不要忘记，就是我赖清德。所以赖清德很可悲，当了总统之后，有国安特勤，有调查局，每天还有可以看到他们窃听了什么东西，这么多国家机器可以用，连大法官都要听他的。我觉得他对自己的权力毫无节制，他非常的享用这样子的一个爽字。反正赖清德就是有仇必报呗。民进党的人就是把自己的利害摆在第一位，派系的利益摆在第2位，党的利益摆在第3位，然后再下来才是别人的。如果照这样，那么国家就摆在最后一位了。那是啊，就是国家已经没有位置了，不重要。蔡英文不是传统的民进党人，他在民进党里头算是很清醒的一个人，他命真的很好，所以他没有派系嘛。英系只是围绕着他建立起来的，对，是英系扒上他的，然后也因为他没有派系，所以他对于整个的派系利益的平衡，他事实上是可以去做得到的。那他也跟英系保持了一定的距离。我坦白讲，那蔡英文毕竟还是大家族出身的，对于宫廷政治非常有他的一套，跟传统民进党人是街头打杀摆路边摊出身的草莽是很不一样的。蔡英文也因为他宫廷斗争很有一套，所以在那一段时间刚好填补了民进党的空白，当大家都摆不平的时候，他成为大家的最大公约数，所以把他找回来当党主席。那他也因此一路扶摇直上，然后命真的很好，刚好那个国际局势美国非常需要他，他也配合演出的很好。你看赖清德命多不好啊。现在美国讨厌他，把他当小透明，嫌他碍眼，你只有听话的份，所以台积电美国就直接抢走了。民进党还眼巴巴的跟着后面说，对对对，我们没有要聘金，不是人家不给我们聘金，是我们没要，我们民进党台湾家大业大，不需要人家的聘金。然后我们倒贴这么多嫁妆，民进党就说女儿嫁过去了，不要面子的吗？多备一些嫁妆怎么啦？所以你看民进党就是这样子唾面自干嘛。然后呢，人家是直接叫你台积电过来，那台积电就乖乖的来了。你有看到殖民地东印度公司的人在印度这样，然后印度人这样。是你很难想象200年前的帝国主义对殖民地的姿态居然在今天上演了。但我们还是比泽伦斯基好那么一点点，至少我们进不了白宫，不会被骂。千万不要成为第2个泽伦斯基。不过起码我们今天台湾还没有落到满目疮痍，无以为继，然后一代人几乎全灭，对吧？对，这倒是真的。